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，别太慌张，火力登场。我记得你，10年前你擅自带人闯入我的月宫，可惜，除了你自己侥幸逃离之外，全军覆没。不过区区一名人类，还劳越王挂念，实在惭愧。少废话！如今你还敢出现在本座面前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纠正一件事，我会出现在这里。不过就是解开了你们的课题，继续未完成的计划罢了。狂妄！这次你的人只会和上次一样，可是不同的是，你不会再有机会逃出去了。越王，这话别说得太早。这次我派来的人，可是和以往大大的不同。要不？我陪越王在这儿对弈几局，咱们拭目以待。我凭什么要等，而不是现在立刻把你变成石头？我也喜欢下棋，了解无人对弈的滋味，当个神明的感觉很寂寞吧？警告你，别妄图窥探本尊的心思。别那么生分嘛。记得上次我们相遇的时候，你还夸我棋艺不错，是个很好的对手呢。怎么，堂堂神明，该不会连盘棋都不敢和我这个凡人下吧？有意思，的确和别的人类不一样啊。好，本尊就陪你对弈一局。可是如果你输了，规矩我懂，会被你变成石像吗？人类，报上你的名字。皇府龙斗，请赐教。夏灵。别白费力气了。寻常烈火，怎能融化我以神力所凝结的寒霜呢？我知道，此刻你很想救下这个姑娘，可就算我变成了她的样子，都没能让你演出我想看的戏码。那她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
场火焰，怎么可能？夏灵，将军们都回来吧。老鬼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没有愤怒，我也没有动杀心，为什么能听到你说话？为什么你能控制我的身体？小子，你不妨猜猜看。混蛋！你到底是谁？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魔尊的气息？甚至还有他的一部分力量？多嘴的女人，小子，我就再帮你一把好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能控制我的身体？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那可由不得你了。夏灵，快醒醒！夏灵，你快醒醒，帮我！曹云冰，你怎么了？来不及解释了。我被魔星控制了，快用七暗魂铃啊！七暗魂铃，茫茫空洞中，重重金刚弦，灵宝无亮光，洞照延迟幡，九幽珠醉魂深邃相离，梵天慧清莲花上身神永安。茫茫空洞中，重重金刚弦，灵宝无亮光，洞照延迟幡，九幽珠醉魂深邃相离，梵天慧清莲花上身神永安。九幽珠醉魂深邃相离，梵天慧清莲花上身神永安。又是七曜暗魂铃，曹彦兵。你真以为只要遏制住我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不妨再提醒你一句，要救出你母亲，除了血王，你还得打败剩下的三王，这可不是你一介人类的力量可以做到的。你早晚会跟我合作，绝不会让你得逞，绝不！曹彦兵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魔星会出现？我也不知道。老鬼这次变得非常反常，仿佛是打开了什么禁制，变得肆无忌惮起来。或许跟这栋鼓楼有关系。愚蠢的人类！你以为把自己献给魔尊就能获得力量，得到永生吗？痴心妄想！就算我输了，还有越王和风王在等着你们，他们会替我报仇的。你和你的主人休想得逞！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别把我跟那老鬼混为一谈。我问你，10年前进入芦花鼓楼被石化的那批人，现在在哪儿？被石化的人，你不是魔尊的人。少废话，快说！被石化的人，在越王的领地，越宫。越宫？越宫要怎么去？想去不难，但凭你自己办不到。因为能打开4国之间结界通路的，只有我们4王。那还不简单？你送我们去。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打开通路送我们过去。那你们先把眼睛闭上。
这一局，你我都无法取胜，要不就和局吧。越王意下如何？越王这个废物！看来，我和越王在这棋盘上未能分出胜负，但现实中，我却赢了一局。雪王虽输了，但他把他们送到了独帐花谷，那里九死一生，他们已经没有出路了。我说过，我这次派来的不是一般人。既然这局我们未能分出胜负，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早呢？要不我们从头开始，再来一局。想去越王那里变成石头，哪有这么痛快的死法？敢如此折辱我，必须送你们去花谷体会一下绝望的滋味，再痛苦的死去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既然你是蜂王，那你一定知道蓬莱在鼓楼的位置。我可以送你一程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你看他的火车，我解释行吗？
里是越国，看着不像啊。残兵怎么了？不好，这空气有毒。残兵，给你，这是李轩辕给我的丹药，可以暂时遏制毒性，你快吃了。 看来这肯定不是月宫了，这个血王果然想害我们。那怎么办？血王说过，只有4王才能打开通往结界的通路。咱们想要离开这儿，就得找到这里的王。还有北洛跟风战，如果他们比我们早到的话，没有李轩辕的丹药，还是很危险的。那咱们赶紧四处找找吧，走。 我怎么感觉这里死气越来越重？你看，那里有人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他要补充。那你们先听我解释一下行吗？消失了。 怎么这么诡异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这笛声似乎在指引我们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过去看看。 洞里和洞外完全是两副样子啊！残兵，先生你好，我们2个路过此地，有点犯迷糊，请问这是哪儿啊？ 这里是花谷，花谷，这里是花王的领地。正是。那敢问阁下是？我叫降，只是这花谷里的一个花匠。那您知道花王吗？我们有要紧事要找他，您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？2位远来即是客，不如随我去那儿喝杯茶，慢慢聊。请。 北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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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北洛！他中了瘴毒，你们认识他？他叫北洛师门，是我们的同伴。是你救了他，你用笛声引我们来，是为了救我们。但以我目前的能力，只能暂时帮你们压制住毒性。 维持生命罢了。看2位的面色，似乎已经找到了某些手段压制毒性了。但是很可惜，瘴毒是无解的，除非你们在限定时间内离开花谷，不然，你们2位也会毒发而亡。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我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山洞。如你们所见。 这里也是整个花谷之中
唯一一处没有毒瘴的地方。祥先生，既然你生活在这花谷，一定知道离开的方法，你告诉我们吧。我虽知道，却也无用。为什么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此地明明号称花谷，却衰草遍地，毒瘴弥漫，疾螨丛生。因为你们今日所见之花谷，并非它真正的模样，而是它在梦魇当中的样子。梦魇？没错，整个梦魇无尽循环，无边无际。从你们落入这花谷开始，便已置身其中，逃不掉，也走不出。你们看到这洞中的花草了吗？这里是唯一一处还有一点这花谷原来样子的地方。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早晚，这里也会被整个梦魇吞噬。也就是说，刚才我们在花谷里看到有人被杀，那些人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，也是这梦魇的一部分。没错。那既然说这是梦魇，如果想办法把它打破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出去了？打破梦魇确实是最直接的办法，但是却难如登天，因为这个梦魇是集月王、风王、雪王三王之神力合力而造。祥先生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办法能够打破这梦魇吗？既然是梦，那就必定有一个主人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个梦魇之主，将他唤醒，才有可能冲破梦魇。而我能帮到二位的，唯有告诉你们此刻梦魇之主的所在。那听起来挺简单的，你告诉我们吧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非也，你们最大的困难在于时间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上一轮的梦魇已经结束，新一轮的循环即将开始。而此轮梦魇结束之时，你们，还有你们的朋友，都将死去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必须把握住。不久之后，梦魇之主会出现在花谷东南方的烟罗院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你们这就去吧。还有一点，千万要注意，不论你们看见什么、听见什么，千万不能透露你们的身份和姓名，否则外来者的闯入很可能引发梦魇的混乱，使之愈发不可控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我们的同伴也拜托你了，咱们打破梦魇之后再见。祝你们好运。走。这应该就是燕洛渊了。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之前祥先生说过，梦魇之主应该就会出现在这儿，难道我们来晚了？那有路可以上去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就是他，梦魇之主。小乔，你人在这里太危险了。老夏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走吧。老妈，我爸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还活着？这个梦就是他们的经历，梦魇之主就是他们其中之一。
我也不清楚。要不，咱们2个上去试探一下。可是，我们不能暴露身份和名字啊。他们应该也认不出我们吧？走。哎，2位将军，你们也来烟罗渊了？抱歉，我看2位眼熟，但有点对不上名字。你们是？啊，我们是镇魂街东区的。他们是东区冯将军的朋友，天宇街和东镇街的镇魂家。对对对，唐将军久居北区罗刹街，不知道我们很正常。你认识我？唐将军威名在外，如雷贯耳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这年轻人，还真有几分胆色。哎，你们俩也是来这儿找出口的？不用找了，我踏过了，这儿没有离开花谷的路，我们再去别处看看吧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别灰心，老夏，龙斗没有被困在花谷，估计也在想办法救我们呢。再坚持一下，不，他不会来救我们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，我实在是无言启齿，但我必须要说。皇府龙斗，他骗了我们，他以正义之名，召集大家进入如花拱楼，说是为了夺取蓬莱的神力，用来净化恶灵，而其实完全就是谎言。他从一开始就打算让大家当炮灰送死，然后独自一个人独占神力。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的？临出发的前一天，我有事情找皇府龙斗，无意间偷听到的。从有限的情报看，鼓楼秘境的4王真身都是上古凶兽，要想战胜他们，打开蓬莱，这次你带去的人恐怕要折损过半。如果能完成目标，就算是全军覆没，那也值得。谁？我本来准备告诉大家的，可是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进了鼓楼。老夏，无论如何，你最后都选择追进鼓楼和我们站在一起。刚才那些话，我就当没听过。走吧。你们可以不计较，我怎么可能当作没有发生过呢？我怎么可能当作没有发生过？曹元斌，我感觉我爸很奇怪。奇怪就对了，看来你爸就是梦魇之主。我爸？那我马上就稳住他。我爸消失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梦的是断断续续的，他们肯定去了下一层梦境。下一层梦境？
可是祥先生说过，如果这一层梦境结束，我们就会毒发身亡，怎么可能再进入下一层梦境啊？小叶，你先别着急，现在能唤醒你爸的也就只有你了。我怎么唤醒？他现在深陷黑暗死亡的情绪当中，你得帮他唤起生的希望。你刚才说黑暗死亡的情绪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来花谷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被推入悬崖，他会不会就是？一定就是。那儿发生的事情比这里要晚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赶在他被推下悬崖之前唤醒他，就有可能解除梦魇。夏将军，你拿着信号弹，不会是想把同伴都叫来，然后向他们坦白吧？夏将军，你为何如此自责？明明是黄甫龙斗的错，罪魁祸首是他呀！这位姑娘，你是个好人，自己明明已经危在旦夕了，还在为我开脱。此事与黄甫龙斗而起，但参加此次行动的所有人，都是由我秘密召集而来的。要不是我，大家本不用来送死的。夏将军，就算你不做，黄甫龙都一样会找别人做。可事实，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我，我只能以死谢罪。没事，你可以慢慢想，只是怕是时间不多了。蔡明，你一死了之，你解脱了，那你有想过你的家人吗？你的家人只会思念你，牵挂你。我爸爸已经去世10年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我有多想他，我多希望他能够重新活过来，好好陪陪我。我爸他真傻，他根本不知道他这些年错过了什么。我看你更傻，明明有一个女儿在等你回家，你不努力带着大家逃出去，你怎么舍得去死呢？我难道也做错了吗？夏将军，谁的人生都会犯错，但如果只是因为做错了一件事，就决定结束生命的话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你想想你想想你的家人，他们有多想你。家人，好神奇啊，真漂亮！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你真的会变魔法吗？爸爸呢，是来自于一个神奇的世界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带我去那个世界玩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。等咱们家玲玲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咱们回家。爸爸真好。难过都不明下落，或许只是更难过。我不太适合同厄运做争斗，恐惧在翻腾，忘了自我。那些沉重时刻提醒着我，别让失落沉睡太久。
擅长被谁铭记歌颂，却有一部分小小的梦。我从未想过要当个英雄，只是这次该换我了。藏起来的梦，在离别时回首。玲玲，这朵花叫做雪灵花。你什么时候做啊？名字里面有个灵字，你是会变魔法吗？也和你一样的漂亮。小玲，等咱们家玲玲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小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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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曹彦斌，我们还活着。当然了。那我爸。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一年，看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漫漫期限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街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深渊，感动成一缘。